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，李莲花被初染救下，回击四顾门的背叛，携手隐居成婚。某年某月某日，初染在行侠仗义后，路过一处偏僻的竹林，遇到了一辆不对，是一栋可移动的楼。那栋楼看着破破烂烂的，楼上挂着一块牌子，刻着莲花楼几个字样。楼外有一人一狗，严格来说，是一位晕倒在的男子和一只在那位男子身边焦急打转的大黄狗。大黄狗见初染靠近，许是担心初染伤害它的主人，露出了攻击性。初染轻而易举制服了它，撒了点让大黄狗能昏睡一会儿的药粉。大黄狗倒地后，初染上前探了那人的脉搏，还有气，但时日不多了。初染没有犹豫，扭头就走。他活不久了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有时候安乐死也是一种幸福。初染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，脚步没有片刻停留。如意琢磨不透初染的心思，有些急了。我就说你自学医术不可行吧，人家明明还有好几年寿命，到你这儿怎么就变成活不久了？宿主，要我说，你还是从我这儿多兑换点医学天赋吧。咱要行侠仗义就好好行侠仗义，可千万别当一个庸医啊！没钱，不买。初染果断拒绝。如意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企图让他回头。你好像很想让我救他，怎么？他很重要吗？初染终于停下了脚步，眸中升起狐疑的神色。如意慌了一瞬，强装镇定道：“不重要就算了，过客而已。”初染又继续往前走。初染，功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吗？初染，多少？说个数，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心动。初染顿时失了兴趣。如意紧急提价。初染没有犹豫，转身回到那男子身旁，把人扛进楼里。楼里有张床，初染略显粗暴地把人丢在床上，蹲下细细把脉，给解药。初染没有废话，让谁给解药，无需点名。他中毒了，我医术不精，不知道是什么毒，你看着给，只要治不死，能医好的药就行。初染心里盘算着时间，大黄狗身上的药效快过了，他在考虑要不要再加点剂量。毕竟他的时间很宝贵，不想浪费在一只忠心护主的狗狗身上。宿主，你知道的，想从我这儿要东西，得用幸运值兑换。如意不是那么有底气，他之后觉得意识到，这回好像又被宿主给拿捏了。不救了。初染拍拍衣摆的灰尘，主打一个分文不出。反正这人呢，不是他想救的，谁想救谁去救呗。如意两眼一闭，套路成功。初染得意地勾了勾唇，别耍花样啊，他中的是碧茶之毒，这玩意儿估计连制作它出来的人都没有解药，感情搁这儿扮猪吃老虎呢？算了，谁让他玩不过呢？认了。在我身上？初染疑惑，他身上哪来什么解药？防身的毒药倒是不少。行吧，不为难你。如意话音刚落，就见初染从身上捣鼓出一堆毒药出来。如意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初染理所当然道：“以毒攻毒啊，不明显吗？”在初染一番操作下，如意只能含泪给了初染一本秘籍，里面记载的是关于初染目前所修炼的功法，如何渡入这男子的体内，与他自身功法融合，让他自行运功解毒的全过程。要多详细有多详细。面对一个随时可能罢工不干的宿主，如意别无他法。解毒需要闭关一段时间，初染没有着急，先对大黄狗释放了善意，通过半胁迫式的沟通，让大黄狗明白了它不是来害它主人，而是来救它主人的。接着，初染托江湖上的朋友帮忙照看一楼一狗，带着男子去了一处不会有人打扰的隐蔽之处。
历经981天，初染终于给那男子解了身上的必查之毒。在解毒过程中，男子都是清醒状态。解毒成功后，初染猛地吐了一口血，元气大伤。往后是李莲花还是李香怡，你自行选择。李香怡初醒之时，并不承认自己是李香怡，而是自称江湖游医李莲花，嘴能骗人，扬州慢骗不了人。扬州慢是李香怡自创的功法，这世上还没有出现第二个修炼的人。不过他既然要装傻，初染也懒得戳穿。他不会去介入别人的因果，也并不想去评判别人的人生。想怎么活，是李香怡自己的事，哪怕他是气运之子。但是他只是遵循系统任务救个人，怎么还被缠上了呢？此时，某家餐馆大厅内，李香怡暂且称之为李莲花吧。李莲花非常自来熟地走到初染这张桌前，在初染右侧的凳子上坐下，朝初染挥挥手：“嗨，女侠，好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李莲花脸上挂着浅笑，使她本就俊逸的五官更加卓绝。然此刻，纵使是颜控的初染，也无法对这个好不容易甩开，却又再次出现在眼前的人有什么好脸色。他严重怀疑是如意使了什么手段泄露了他的行踪，不然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找到了？初染嗤笑一声，他不信。初染对李莲花采取漠视的态度，不搭腔，不对视，不理睬，就把他当成是一个陌生人。而事实上，他们本就是陌生人，只不过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让他们有了交集。李莲花用行动证实了什么叫甩不掉的狗皮膏药。他缠着初染的理由很简单，除却初染是他救命恩人这一原因以外，他想知道初染是谁，为什么要救他，用什么方法为他解的毒。换句话说，李莲花身上的必查之毒来自金渊盟，那么他有理由怀疑初染是否跟金渊盟有联系。或许通过初染，他能找到他师兄丹孤刀的下落。然而，李莲花厚着脸皮缠了初染许久，初染不是在行侠仗义的路上，就是在治病救人的路上。不管怎么看，都不像是一个跟金渊盟有关系的人。或许初染真就是偶然路过那片竹林，顺手救了他而已。李莲花心中难免失落。至于初染，他已经摆烂了。既然甩不开李莲花，那么干脆在莲花楼住下了。莲花楼虽然破破烂烂的，长得像一座危楼，却意外的牢固。至少缝缝补补还能住，暴雨天也扛得住，挺好。住在莲花楼，什么都不用发愁了，不用愁落脚处，吃喝都不花钱，醒了吃，吃了睡，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潇洒。偶尔呢，初染还能跟李莲花切磋武艺。强者的世界总是孤独的，有个能共同进步、势均力敌的人，感觉还不错。闲暇之余呢，初染会跟李莲花一起种菜、斗狐狸精。偶尔初染会产生一些岁月静好的错觉，他清醒的知道，眼前逍遥的日子都是暂时的，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这天下迟早会再迎来一场腥风血雨，在此之前，日子还是得过的。生活嘛，无非就是柴米油盐。这不，某天，初染因为一条鱼跟李莲花吵起来了。关于这条鱼适合做成清蒸还是红烧，两人持有不同意见。李莲花想要清蒸，初染想吃红烧的。李莲花非说这鱼不适合红烧。初染是不太会做饭，可李莲花也只是个半吊子厨子啊。狐狸精李莲花养的那只大黄狗，他看着两人争吵，一时不知道该帮谁。李莲花对初染的纵容狐狸精都看在眼里，几年的相处，他早就把初染当成了自己的女主人。当一个家里男主人跟女主人吵架，帮谁都是错。
看懂了狐狸精态度的如意忍不住调侃初染。初染。莲花楼里的争论以初染沉默结束。他不是输给了李莲花，是被如意给干沉默了。夫妻俩，谁跟他夫妻俩？连他想吃红烧鱼都不给，谁要跟他夫妻俩？他不配。突如其来的沉默让李莲花误以为初染生气了，懊恼地开始反思自己。初染不就是想吃红烧鱼吗？再去买一条适合做红烧的鱼回来不就好了？跟他吵什么？想着，李莲花拿上钱袋子，跟初染交代了一句：“我出去一下。”初染了一声。他也在想，他跟李莲花吵什么？李莲花买的菜，他爱咋做咋做，多什么嘴啊？有的吃不就好了？他又不挑。狐狸精啊，咱们可能的饿一顿了。初染叹了口气，他很久没做过饭了，本就不精的厨艺早就生疏了，加上在这个需要自己生火、打水做饭的年代，他就更不会下厨了。初染一时兴起尝试过一回，差点没把自己给点着了，饭菜都还是半生不熟的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踏入过厨房一步，有点想念火锅了。初染舔了舔唇，果真是饿了，都开始怀念这个年代没有的东西了。睡一觉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初染多少猜到李莲花出去买鱼去了，所以也没想着要去买其他东西垫垫肚子，主要是他懒得动。莲花楼近年来名声大噪，许多人慕名而来。这人啊，好事干多了，出名了，仇家也会相应增多。对此，初染和李莲花达成一致，都觉得莲花楼不再适合停留在闹市，于是只能停在一些荒郊野岭的地方避避风头。处事清静，坏处是离集市挺远的，买菜什么的不是特别方便。睡吧，睡醒了就有饭吃了。狐狸精，你也饿了吧？没事，饿一顿不会怎么样。走，咱们睡觉去了。初染把狐狸精带到楼上，让他在床边陪着自己睡。李莲花到集市以后，挑了一条新鲜肥厚的黄花鱼，经过糕点铺，顺手买了些初染平日爱吃的糕点。路过饰品店，又顺手买了几个花样新鲜的簪子。快入秋了，想起初染平日惯用些擦脸擦手的胭脂水粉，距离上次采买已经过去月余，应该也快用完了。李莲花凭着记忆顺带买了一起带回去，不知不觉满载而归。回到莲花楼里，不见初染和狐狸精，李莲花心中不安，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，担心初染生他气，带着狐狸精离家出走了。顾不上许多，他去了自初染住下后就没再踏入过的2楼主卧。看到初染恬静的睡容，李莲花松了口气，没离家出走就好。他在床榻边陪着初染的狐狸精嗅到李莲花的气息，兴奋地起身走向他。嘘！李莲花不想吵醒初染，眼神示意狐狸精动作轻点。狐狸精乖巧地吐着舌头，放轻脚步，跟着李莲花一起下楼。初染是饿醒的，梦里他吃到了火锅、烧鸡、烤鸭、卤鹅、龙虾、大闸蟹，满满一大桌美食。迷蒙的双眸随着肚子咕咕作响的声音睁开，初染咂咂嘴，还在回味梦里的大餐。紧接着，一股淡淡的香味传来，好像是红烧鱼。初染立刻掀了被子起身，小跑到楼下。果然是李莲花在做红烧鱼，已经到了收汁阶段，满屋的香味轻易勾起了初染的味蕾。李莲花醒了，睡得好吗？还行。初染故作高冷。李莲花没在意初染的态度，正常跟他交流。饿了吧？一会儿就能开饭了。还行，也不是很饿。话音落，初染的肚子不太配合的咕咕叫了几声，嘴硬，但身体很诚实，他顿时老实了。狐狸精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也在期待锅里的红烧鱼。狐狸精，别看了，
红烧鱼是我的。初染过去捂住他的眼睛，其实没什么用，吸引狐狸精的是红烧鱼的味道。可谁让它是一只狗狗呢？狗呀，是不能吃红烧鱼的。瞧见初染逗狐狸精玩，李莲花笑着摇了摇头。初染不理会如意，这会儿已经注意到了桌上满满当当的东西。买了什么？这么多？初染好奇地凑近看了几眼。呀，梨花糕。李莲花，都是给你的，瞧瞧喜不喜欢。随着红烧鱼出锅，初染看到了那几只簪子和胭脂水粉，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本姑娘帮忙的？初染先吃了一块梨花糕解馋，接着擦干净手，拿来一面梳妆镜，试了试那几只簪子。李莲花的审美还可以，挑的簪子都挺适合她的，不会太过花哨张扬，也不会平平无奇，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，都恰到好处，是初染喜欢的风格。胭脂水粉都是她惯用的，一个都没有出错。有心了，以后哪位姑娘嫁给你，有福了。李莲花一向细心周到，尊重女性，别说是这个年代，就算在现代，这样的男性都很难得。